你10秒钟，你能认全所有角色吗？其实你一定可以，因为他们是我们童年最深刻的烙印。在前面的是七龙珠里的悟空和神龙，龙珠真是顶级大 IP 啊！小时候感觉就看到了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好像都没看完。紧跟在后面的是同样出自鸟山明之手的阿拉蕾和小嘎，左边的是鸣人和佐助，这两位真的是陪伴各位走了很久啊！甚至到了现在，《博人传》里他们还有在挂机的画面。右边的是路飞和香克斯。この帽子をお前に預ける。海贼王到现在都没完结，不会是要和我比谁寿命长吧？太可怕了！这两位是樱桃小丸子里的小丸子和小玉。小丸子大家第一时间都能认识，但这个小玉，如果你很久没看这动画，真不一定能直接说出名字。这是蜡笔小新里的小新和小白，也是老朋友了。现在偶尔还会有剧场版刷一波存在感，也是70级别的常青树 IP。这是神奇宝贝里的小智和皮卡丘。Pokémon get だぜ！现在得叫宝可梦了吧？小时候还有一个艺名是叫宠物小精灵来着，没想到这些夺冠之后就给雪藏了。地平线刚开始还不错，但大伙儿还是低估了 TPP 整烂货的水平。这是蹦蹦弹珠人里的白宝和黑宝，我这是小时候叫弹珠警察对吗？以前我还有个玩具嘞，中华一番的刘昴星。虽然小时候为了打广告叫中华小当家和小当家，现在人都没了，当二次元厨师真危险啊！让你做通心粉豆瓣酱饺子，真是活了个该，好死喵！这中间的是数码宝贝4部动画的主角太一和亚古兽，小时候羡慕成为被选召的孩子，长大后看到吹的那几部剧场版被恶心的不行。大辅和 V 仔兽2代的结局真算挺好的，至少剧场版里除了刻意卖 CP 之外都挺好的。数码宝贝驯兽师之王启人和机器兽这一作我小时候只断断续续在碟片上看过。数码宝贝无限地带神元拓也真惨啊，就出现一个人直接变成数码兽，太离谱了。这位是游戏王的武藤游戏，这个形态是阿图姆变身后的样子。凯奇现在偶尔还会找朋友打2把牌，听说最近烙印补强了，你知道的，我一直是烙印玩家呀。中间的2位是四驱兄弟的新马豪和新马烈，小时候坑资瘪肚就想存一个四驱车的钱。有一次生日的时候，凯奇收到的礼物就是一辆四驱车，但那个零件的密度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有点超纲了。抱拳陀螺的木之公龙，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是国产动画来着，画面一般般啊。这个大家都认识，是哆啦 A 梦里的大雄和哆啦 A 梦，和蜡笔小新一样，经常会有个年货剧场版刷刷存在感，也挺不错的。这个和尚是聪明的一休里的一休，休息一下。这动画跟我爸妈说，我爸妈都看过。这个是铁胆火车侠，国内好像做过个类似的来着。大潮汐时代啊，这2位是大名鼎鼎的名侦探柯南里的柯南和基德。基德从一个高冷怪盗，现在也是变成了剧场版里的谐星了，太诡异了。这个是哈姆太郎，小时候好像还和肯德基联动过来着，以前在儿童造山里混过一个玩具。这位是足球小将里的大空翼，所以他们那个2个人一起射门的踢法真的有用吗？这一块是宫崎骏专区，这个出自风之谷，干宫崎骏秀持安野秀明的出处，画不了就滚。这个是天空之城里的巨人，天空之城之前重映的时候我还去补了个票。这个是哈尔的移动城堡，这个是龙猫，单纯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移动城堡和龙猫。这是千与千寻啊，感觉最近写到千与千寻的频率有点高啊。这个是手冢治虫大师原作的怪医黑杰克，之前出过一个新动画叫青年怪医黑杰克，有一个换脑手术做成了换脸手术，自动巅峰堪比钟离假死。这个是美少女战士的水冰月。小时候看到变身，如果爸妈在身边都假装有事，不在身边那是贴着电视看。长大后我也觉得自己能在2D 的平面上看出 3D 的效果。这是魔卡少女樱里的木之本樱和小可，但小时候名字应该叫百变小樱魔术卡。引进之后删删改改真的特别多呢，特别是那个诡异的感情戏。这是怪盗圣少女的羽秋雅美，小时候对这动画印象非常深，但长大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想不起来叫什么。知道了叫圣少女之后还专门去看了一遍，发现这是一个恋爱喜剧，也挺好看。这个是铁臂阿童木，这可是日本第1部动画。这位短发美女是宫壳机动队里的草薙素子。前段时间看了个重制版电影，确实有点震撼到了。那个年代能把科幻题材做到这个程度，里面很多技术现在实现起来都非常困难。这2位是灌篮高手里的樱木花道和流川枫。バスケ这动画是多少人的篮球启蒙，至少不是我的，我不打篮球。马尔魔法世界这动画当时引进的译名应该是叫魔兵传奇来着吧。这2位是棋魂里的小光和佐为，棋魂的棋局相当精彩，甚至还有围棋博主专门讲解。据说国内翻拍的真人版也挺不错的。凯奇最近正好在重看棋魂，这2个应该是悠悠白书里的浦帆优助和飞影，应该是，我不太确定。这个是洛克人，这个是索尼克。蓝色刺猬前2年还有点画面，洛克人的游戏感觉很久没动静了。这个是超魔神英雄传里的
小救星小度，小时候看着总感觉没头没尾的，长大之后才知道，居然真的是这样。这个是头文字 D 里的藤原拓海和他的 A186。下述笑话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86上山了，也是一个偶尔莫名其妙出现的怪话。这个是东京猫猫里的陶宫梅，这个好像也是出过新番的，之前有在新番导师里见过。这个是乱马1/2里的乱马的两形态。高桥留美子老师这个题材确实顶级，不过我看的是重制版，那个画面要舒服不少。等第2部重制版播完，差不多就可以开始补老番了。这个是死神里的黑崎一护，完结后新出的千年血战，那真是1顶1的制作规格。要是当年的长篇连载有这质量，恐怕名声能更大。这是钢炼两兄弟，这是犬夜叉里的男主犬夜叉，懂不懂超大型 CP 战争1代目的含金量啊？那问题来了，你站的是哪位呢？这是网球王子里的月前龙马。当时的人们谁又能想到打网球是可以用超能力的呢？谁又能想到打网球对面会站个巨人呢？这是棒球银行里的上山打野，棒球银行也是一个常青树 IP 了。这2位是猎人里的小杰和奇牙，希望富坚老贼身体健康，能把猎人好好完结。虽然他现在这个身体状态，希望他健康。这个是最游记里孙悟空，你就说这和猴子有啥关系吧？这个是高达 seed 里的基拉大河啊，这个偶像剧和高达就是最好的组合啊。这个是天马座战役和星矢啊，天马流星锤。说起来，有一天凯奇回家时候，发现我爸在看圣斗士。这是机动战士高达里的高达和扎古，红色又叫3倍数的扎古。有翅膀的高达是出自高达 W 吗？这3个机器人是出自 EVA 里的初号机、0号机、2号机。丁真寺你在哪儿呢？让2号机比个耶，真的是非常符合鸣人香的人设了啊！这些是凯奇不认识的。有认识的朋友欢迎在评论区补充，我是凯奇，我想和你聊聊动画。